欢迎收看 Agent 创世纪的学术分享。复旦大学联合 Longcat 推出了全新基准 WBench， 这是首个针对交互式视频世界模型的多轮评估平台。其核心任务是测试模型能否让用户在视频里实现像打游戏一样的实时交互。它的出现为视频生成技术开辟了全新的测试维度。要理解这一测试基准，得先明确什么是交互式世界模型。传统的视频生成就像是看电影，用户输入文本只能得到一段无法改变的固定视频，而交互式模型则变成了玩游戏。它结合当前画面和动作指令，实时动态生成下一帧。这需要模型完美融合三大模块，分别是确保画面逼真的渲染器、听从指挥的控制器，以及让画面遵循常理的物理引擎。当模型向游戏模式迈进时，旧的评估工具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目前的测试方法十分局限，比如 VBench 只能评估画面是否漂亮， WorldLens 仅测试基础的前行导航， WorldLens 则局限于自动驾驶场景。他们遗漏了四大终极拼图及开放域场景、人称视角切换、长序列多轮交互以及对物理常识的严苛考验。为了填补这些空白， WBench 综合评估基准正式登场。作为首个多轮全方位测试平台，它带来了三大核心特质。首先是全面性，它打破了限制，涵盖场景、风格和视角的多种组合。其次是多轮交互，通过连续下达导航和动作指令，拒绝一锤子买卖。最后是公平竞技，依靠统一的输入接口，让多达20款不同模型能够同台对决。如此强大的特质背后，是一个庞大的测试案例库。WBench 包含了289个独立测试案例和多达1058轮的交互指令。它通过多维分支交叉组合了不同的场景、风格和主体。比如场景中包含天气与科幻城市，风格分为写实、油画和卡通，主体则涵盖人类、动物和载具。这种设计几乎穷尽了各种可能的测试维度。现在来看看这样一趟多轮交互在实际运行中是如何实现的。首先是初始帧，一名红衣登山者站在雪山脊上，进入第一轮，下达前进 W 键和跳跃指令， AI 随即生成了登山者向前跃起的动态。紧接着在第二轮，下达呼叫直升机并切换视角的指令，画面便切换到从直升机内部舱门俯瞰的角度。这生动检验了 AI 一步步构建与操控世界的能力。为了严谨量化多轮交互的表现， WBench 引入了像游戏引擎般严苛的5维评估体系。首先是视频质量，它用于评估画质，相当于渲染器。其次是设定遵循，旨在检验模型是否听懂初始要求。第三是交互遵循，用以测试按键操作是否灵敏。第四是物理合规性，考察画面是否符合物理规律。最后是一致性，它就像内存一样，确保模型在长时间运行中不会产生遗忘。有了这套标准，还要解决不同模型的输入兼容问题。为此， WBench 引入了被称为统一翻译官的动作路由器 Action Router。 当用户发出镜头向前移动并左转的意图时，它能将其翻译成3种模式。首先是面向文本模型的自然语言，其次是针对空间坐标模型的6自由度参数，最后是响应键盘指令的离散动作。这彻底打破了模型之间的输入壁垒。指令格式统一后，来看看具体的操控逻辑。首先是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在导航运动中的精妙差异。在第一人称视角下，按下 W 或 S 键，控制的是自己在空间中的绝对位移，而 A 与 D 键用于东张西望改变视线。但在第三人称视角下， W 或 S 变成了镜头跟随主体同步移动， A 与 D 则变成了围绕主体的环绕运镜。这两种不同的物理逻辑能更深度地测试模型的3维空间认知。除了导航运镜，真正的交互还需要更深层的内容改变。WBench 将其细分为主体动作和事件编辑2种方式。主体动作侧重于精确操控画面中物体的具体行为，比如控制兔子去变魔术，而事件编辑则更进一步，允许改变周围的环境，或者在画面中凭空引入全新的元素。这样一来，用户不仅能运镜，还能深度篡改整个世界的语义和运行轨迹。当交互轮数不断增加时，模型将迎来极其致命的终极考验，也就是一致性。它测试 AI 是否拥有长期记忆。数据显示，从 Turn E 发展到 Turn N，
模型的一致性得分会出现大幅下滑与震荡。典型的症状包括镜头转一圈回来，刚才的大楼就消失了；主角走着走着，衣服颜色发生突变，或者背景环境发生盗梦、空间般的扭曲。这直接反映出模型维持空间稳定的局限。在攻克长期记忆后，模型还要面对牛顿的凝视，也就是物理合规性。目前的 AI 能够轻易生成逼真画面，但要符合物理直觉却非常难。WBench 为此设计了4个严苛的测试维度，其中包括考察水花溅起方向的流体与烟雾，关注篮球回弹与手部穿墙的碰撞与穿模，检验雪地车辙的表面轨迹，以及测算受力形变的变形与破坏。当这些物理指标应用到实测中，就演变成了一场场惨案。这暴露了当前模型极度缺乏内生的3维物理认知。比如在 Happy Oyster 模型中，汽车驶过泥泞路面，轮胎后方竟然没有留下任何压痕。在碰撞测试中，它的篮球更是直接陷入地面以下，毫无反弹。Genie 3模型也出现了反射错乱，飞鸟的水中倒影和实物朝向完全相悖，这表明当前的 AI 依然严重依赖2维视觉拟合。为了给这些物理表现建立客观的量化刻度， WBench 引入了由22项自动化指标组成的裁判矩阵。在深度与几何维度上，它使用 DiffAnything 3来评估 3D 结构的稳定性。在轨迹追踪上，通过 MegaSum 算法计算镜头轨迹的偏差。在主体锁定上，联合 DINOv2 与 CLIP 严防画面主体中途突变。最后引入多模态大模型 VLMs 作为语义裁判，为指令对齐情况打分。有了自动化指标，大家自然会问 AI 裁判真的靠谱吗？为此，研究中进行了400人的真实盲测。散点图结果表明，自动化评分与人类偏好高度一致。在所有测试维度上，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均不低于 0.94， 特别是在事件编辑和视角切换等高难度维度，相关系数更是达到了完美的 1.00。这证明该自动打分能够极其精准地代表真实人类的观感。验证了自动打分的可靠性后，真正的同台竞技正式拉开帷幕。WBench 成功集结了20款顶尖的 SOTA 世界模型。在这次大考的参赛名单中，包含 WAN 2.7、HY World、LTX 2.3 以及 YUME 1.5。同时，科技巨头 Google 发布可伶King 的团队以及 Longcat 的代表模型也悉数在列，这代表了当前生成式 AI 领域的极高水平。大考过后，成绩单终于揭晓。结果显示，目前依然没有完美的6边形战士，偏科现象极其严重。比如在雷达图中 ，Clean 3.0 在视频画质和设定遵循上表现卓越，是当之无愧的渲染王者。而在另一端 ，YUME 1.5 和 Happy Oyster 则在交互遵循上更胜一筹，在长程导航中反应迅速。这意味着目前还没有模型能在5个维度上同时建立统治地位。针对测评中暴露的偏科现象，第一个核心洞察是画质好不等于物理好。从表象上看，模型的光影材质和毛发渲染已经逼真至极，能轻松展现科幻城市瀑布。然而，这只是一张遮羞布。当面临复杂的相互作用时，比如机械臂接触物体时发生错误的重叠和形变，物理法则就会彻底崩塌。这说明目前的物理表现全靠海量数据拟合，模型并未掌握内生的物理规律。除了物理法则的崩塌，控制层面的表现同样不容乐观。第二个核心洞察显示，移动镜头相对容易，但精准控制主体动作却难如登天。在实测中，多数模型已经能较好地执行向前推、向左转等全局运镜指令。然而，一旦要求镜头移动的同时让主体进行跳跃，模型往往就会陷入指令冲突，只能尴尬的2选1。这暴露出目前 AI 对全局环境和局部实体的解耦控制能力还非常薄弱。当交互时间不断延长，世界模型会遭遇另一项重大挑战。第3个核心洞察揭示了记忆的消亡史。从坐标图中可以看出，一致性得分随着交互轮数的增加呈断崖式下跌，在后期几乎直接归零。这也是为什么视频里的走廊背景会莫名变换风格，或者主角衣服几步后完全突变。对 AI 而言，最艰巨的挑战在于如何在连续多轮交互中维持一个持续演进且状态稳定的3维空间表征。
空间表征不仅与记忆相关，也深受训练视角的影响。第4个核心洞察指出，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模型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生存现状。比如，主要通过机器人仿真数据训练的第一人称模型，其优势是 3D 空间几何极其稳定，但劣势是对复杂语言指令的理解力较弱。而靠影视剧数据训练的第三人称模型，虽然画面极具观赏性，但在复杂环绕运镜时极易发生空间扭曲。这说明投喂不同视角的数据决定了 AI 认知世界的底层逻辑。理清这些认知盲区后，我们要如何开启真正的绿洲时代 ？WBench 为下一代模型指明了明确的3大路标。第一是要攻克物理合规性难题，探索物理优先的技术路线。第二是要增强模型在超长序列下的时空记忆锁定能力。第三则是要实现复杂指令的绝对解耦与精确执行。可以说是 WBench 揭开了华丽画质的遮羞布，正指引着大家迈向真正可交互且守规则的数字世界。